姐姐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，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呢。好消息？是不是系统弄错我的分数了？当然不是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考了725分，是名副其实的省状元。可能你一直不爱学习，各科成绩从未及格过，你怎么会是省状元？难不成你跟我互换分数了？没错，我拥有换分系统，是我把咱们两个的成绩互换了。你10年寒窗苦读，全部都是在为我做嫁衣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沈清如，你活着的意义就是为我创造光明的前途。现在你的一切我都拥有了，你可以去死了！你再仔细看清楚，你到底得了多少分啊？你可是全校的尖子生，之前的那些成绩都是你作弊得来的，校的脸面都被你给丢尽了。就因为你作弊，害我失去了保送资格。你10年寒窗苦读，全部都是在为我做嫁衣。我重生了，沈婷婷，你可以去死了！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你哭着后悔。沈婷婷说她拥有换分系统，我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叮咚，恭喜宿主绑定交换系统，请选择你要交换的目标。我姐姐沈清如，请选择和沈清如的交换物。我要和她交换高考成绩。原来是这样，沈婷婷绑定了交换系统，所以她才能换走我的高考成绩，成为省状元。可是系统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帮她？选择交换后，作为代价，宿主需献祭10年寿命，交换完成即可生效。果然有代价。请问宿主是否同意？好，我愿意献祭我的寿命。恭喜宿主交换成功。沈清如，到时候你就等着清北争着抢我，而你就去扫大街吧。沈婷婷，既然你要换，我就让你换个彻底。谁在外面？谁在外面？婷婷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没有啊，姐姐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这不马上快高考了吗？我看你不去上晚自习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哎呀，姐姐，反正我成绩也不好，再怎么学习，高考顶多就考个200多分，不像你是学校数1数2的尖子生，只要你能考上省状元，我就会很开心的。那好吧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抓紧去复习吧啊，加油加油！谈判进行的异常顺利，教育专家可以来了，一切按照王菲的要求。姐姐，你在复习吗？我给你热了一杯牛奶。你要的200万，车钥匙，别墅钥匙。搞笑。啥都给呀。姐姐，还有9天就高考了，你怎么不复习看这些东西啊？我看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虽然说学习是得劳逸结合，但是你可要拎清楚，千万别玩物丧志，耽误了高考呀。这些话从你这个学渣嘴里说出来，还真是挺稀奇的。姐姐，你看一会儿视频就抓紧复习吧，爸妈知道了可要说你。
这次你休想再让我为你做嫁衣。沈清如，你妹妹好心关心你，你怎么就把她惹哭了？我什么时候骂她了？沈清如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给我看这种不着调的东西，你赶紧给我关了！你有时间看视频，就不能帮你妹妹好好补习补习吗？你作为姐姐，怎么就这么自私自利？我跟你说话了，你少在这给我装聋作哑！呀，我每天都有帮她补课，是她自己不学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婷婷不想学，你就不能用心教她吗？我看你啊，就是见我跟婷婷好。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你们怎么这么偏心啊？我还不能说你了是吧？爸妈，只要姐姐能考得好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的。婷婷啊，你这孩子呀，就是太善良太贴心了，像妈妈的小棉袄一样。哎呦，妈有时候直觉啊，觉得你才是我的亲闺女。婷婷，你放心，不管你考成什么样，爸爸呀一定会用尽所有办法让你上上大学。谢谢爸，谢谢妈。不过不用了，我一定能凭借自己的成绩考上大学的。沈婷婷，你虽有交换系统，但别忘了，你的分数是由我决定的。姐姐，姐姐，准考证和各种考试用具，你的准考证和各种考试用具我都帮你准备好了，确保没有遗漏。还特地检查了5遍，确保没有遗漏。考啊，你可一定要好好考啊！你看看你妹妹对你多上心，看看你妹妹对你多上心，收拾呢，她自己的东西都还没收拾，全扑在你这个姐姐身上了，全扑在你这个姐姐身上了。你还怪我们一片偏心，怎么当女儿当姐姐的？怎么当女儿当姐姐的？沈清如，你一定要，你可听好了，你一定要考出了我们对你的期望，别辜负了我们对你的期望。好，好好考啊，好好考啊！现在开始答题，现在开始答题。沈清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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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身体不舒服吗？你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没有老师，我就是太困了，睡觉。沈清如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可是高考，这可是高考，你可是咱们学校最大的王牌，给我打起精神！今年的数学卷出的也太简单了，这道题倒是有点意思。也就是这最后一题有点水平，不过沈婷婷，我不会让你从我这儿拿到1分。考试结束还有30分钟，距离考试结束还有30分钟，检查好的同学可以提前交卷。不愧是我带过最优秀，不愧是我带过最优秀的学生。这怎么都是空白啊？这怎么都是空白啊？哎，姐姐，你也提前交卷了，看样子那些题应该都会做吧？当然，那就好，我先走了。沈婷婷，就算你只能让我被迫考200倍，我也能通过我的实力考上一所好的私立学校。到时候，我再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考研进入我想去的清北。今年的高考数学也太难了，尤其是最后一道大题。是啊，全网至今没有人能解出来。听说是清北数学系院士华老出的题，连华老的博士生都做不出来呢。哎，这道题有那么难吗？最后一道大题我会做。
真的假的？别吹牛了你！我不信，连各大高校的老师都解不开这题，你又是何方神圣？现在网上哗众取宠的人也太多了吧？不信的话，我解给你们看。这届考生居然没有一位能答对我出的最后一道大题。华老呀，是您出的题太难了，别说是考生，就是您手底下的博士生们也解不出来。哎，我大夏数学一直止步不前，难道真的后续无人了吗？传出来消息了。华老，您快看，网络上有人把您的题解出来了。他还真把这道世纪难题解出来了！天哪，他不仅解出来，解题思路还如此巧妙。这只是第一种解题思路，还不是最巧妙的。其实还有2种解法。什么？这个人居然还有另外2种解题方法！快，老刘，问问他是在哪个学府高就。真的假的？您该不会就是华老本人吧？我哪敢比肩华老，我只是今年的一个考生。他是考生？哎，这所有的考卷我都看了呀，没有一个人答对的。是啊，应该不可能出现遗漏的问题啊。快，再仔细的把所有的考卷再查一遍，一定要把这位数学天才找出来。姐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已经过12点了，可以查分了。因为我去参加了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。我特地把爸妈带过来，一起见证你成为省状元。穿得这么隆重，是想让大家见证你的逆袭吧？你看看你妹妹，对你多上心。姐姐，你不是估分说自己在700分以上吗？你快登录查一下。你怎么对我的成绩这么关心？为什么不先查查你自己的？哎呀，我的不重要，只要你考好就行。怎么不重要？难道我考好了，你就能考好？还是说这分数能够互换？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分数怎么可能会互换呢？你别开玩笑了，快去查查吧。千柔同学，你可一直都是咱们全校第一啊！这次我相信必能为校争光的。省状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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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状元。沈清如，成绩一出来，你就等着被所有人唾弃吧。这分数果然跟上一试一模一样。200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可不是省状元该考的分数啊！那你说状元应该考多少？沈清如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沈清如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就考这点分数？就算你发挥失常，你也不能从700分变成200分吧？沈清如，这可是高考，你考试的时候你脑子都想些什么呀？沈清如啊，亏我还联系电视台的准备宣传你，你把学校的脸面都丢尽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们对我好，是因为觉得我可以为你们争夺荣誉。一旦发现我出了问题，就一个个的开始指责我。那之前沈清如总考第一是怎么回事？就是，哎呀，该不会是作弊吧？这高考可做不了假。好啊，你敢作弊！沈清如，你居然用这种方式欺骗学校3年，你简直罪大恶极！你个逆女，我原本还以为你有学习好这么一个优点，没想到你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！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我早知你如此，我当时就不该生你。沈清如，你的人生就要完蛋了。我们要查你的报。对，找他作弊的证据。对，找。我看谁敢！我沈婷婷一定替你们争回来。哎呦，婷婷呀，妈妈知道你贴心又孝顺，可以你的成绩，
最多考个300分，妈妈就谢天谢地了。婷婷，我的好孩子，你不用为了沈清如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！婷婷同学，你有这份心，已经比你姐姐的所作所为胜100倍了。爸妈，吴校长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今年的高考状元一定是我，只有我才能替你们争光。哎呦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对，可以成什么面啊？沈婷婷，你之前的成绩不是倒数第1就是倒数第2，怎么这次这么自信？难不成是有什么神助攻？姐姐，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瞧瞧吧。哎呀，婷婷，你可别学沈清如那样不知所谓。好了，一个沈清如已经够让咱们家丢脸了，你就别胡闹了。爸，我没胡闹，其实我的成绩一直都很好，只是我不想伤姐姐的自尊心，所以一直隐藏实力，不敢考高分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这可是改变命运的高考，我不会再伪装了，我已经估分了，这次绝对不会低于720分。720分？哇，你确定？吴校长，我很确定。你们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查分给你们看。查！哎呦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对，可以成。姐姐，你就拭目以待吧，我即将成为天之骄子高考状元，而你……好啊，我也想看看你究竟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绩。怎么？我就说我是名副其实的省状元吧。婷婷，你怎么能考出这样的分数啊？再怎么说你也不能只考……哎，这是我们学校史无前例的分数呀！爸妈，吴校长，你没看错，这就是我的分数。这下你们相信我能为你们争光，考出省状元了吧？沈婷婷，我看你是想当省状元想疯了吧？姐姐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可是我就是考了700多分，这是事实啊！这系统也没法出错呀。什么700多分？他在说什么？他疯了吧？是啊，系统是不会出错，但你的眼睛有问题。你说什么？你还听不懂人话？看来脑子也不好使。婷婷，你怎么只能考0分啊？什么0分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考700。什么0分？沈婷婷，你怎么能只考0分呢？你连1分你都蒙不对啊！真是千年一遇的蠢材。哎呀，你就考了0分啊！这是你的成绩，你却问我，难不成你的意思是这是我的分数，却被你给换了？沈清如，原来是你故意的！原来是你故意的！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那一定是系统出错了。对，就是系统出错了。沈婷婷，你平时一直吊车尾，考这么差的分数，还怪系统？我明白了，就是你故意的，你别装了。不然你怎么可能考0分？一定是你故意的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是承认跟我互换分数了？原来你都知道啊！你疯了吗？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看到你气急败坏的样子。
沈清如，你别太得意了，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考上大学？行，那我们走着瞧吧。你以为200多分就能上大学？你别做梦了，这就是你害我的报应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千万别生气了，你看看，你一生气，你这张脸都老了10岁呢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婷婷，你的脸。选择交换后，作为代价，宿主需限计10年寿命，交换完成即可生效。沈静茹，都是你，你要害死我呀！妹妹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连我都只考了200多分，你考0分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什么呀？他0分明明……沈静茹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！婷婷，沈清如，你对你妹妹做了什么呀？她的脸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那样了？那是她自己受不了刺激啊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你还敢说啊？婷婷能考0分，你有最大的责任。我也只考了200多分，我也没考好，你们却只关心她，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好吗？你就考那么点分啊？你不知道反省，你还和你妹妹争风吃醋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逆女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看看你的妹妹！婷婷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绝不原谅你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！华老，咱们都检查3遍了，确定没有考生解答出数学的最后一题。可他在网上明明说自己是考生，怎么会？上的东西也不能全信啊，或许是那个人捏造了一个身份。这样，刘副院，你能不能通过他的账号联系上这个人？不管他是不是学生，但他一定是位数学天才，不能被埋没了呀！哎，好，华老，我这就去。婷婷乖，咱不难受了。你就算考个0分，那也不是你的错呀。是呀，婷婷，爸爸也说过，无论如何都能让你上大学啊。有哪个学校会录取这种考零蛋的人？你还有脸说？我看呀，你就是个灾星，害得婷婷被那么多人取笑，你就不配做我的女儿。你自己也就考了200分。你还是想想哪所职校会好心收留你吧，你可别想让我们帮你，你不配。至于婷婷嘛，爸爸妈妈啊，哪怕就是砸锅卖铁、抽爷爷告奶奶，也一定把你送进好的大学啊！爸妈，哎呦，婷婷乖，咱不哭了。以后呀，咱们家的一切都是你的。我跟你爸呀，保证不让你吃一点苦。有你们这种偏心的父母，我也不稀罕。告诉你们，我已经被莫尔贵族私立大学录取了。什么？你竟然背着我偷偷报了私立大学的考试？明天校方就会派人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来，到时候我就跟你们断绝关系，搬离这个家，去学校住。什么？你个逆女！你居然要和我们断绝父女关系！你这么做还对得起我们吗？当然没有了，反正在这个家里，我也是多余的那个。哎，姐姐，你别走！姐姐，你考了这么好的私立大学，我们全家都为你高兴和骄傲。爸妈，明天给姐姐办一个升学宴吧，她也是为咱们家争了光。沈清如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。明天我一定会再送你份惊喜的。也罢，毕竟也是喜事儿，那就明天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参加清如的升学宴吧。
哎呦，清如呀，咱不耍你的小性子了，行吗？快上楼先休息啊！姐姐，我们明天一定为你办好这个升学宴。好啊，沈婷婷，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哎，沈清如同学，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没想到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莫尔大学的入学考试上，你早点说嘛。他们这所学校还是不错的，你是我们全校师生的骄傲。是吗？那就谢谢吴校长。哎，哎呀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呀，吴校长！哎呀，吴校长，你们生了个好女儿呀！当然也有我们学校一半的功劳嘛。是，必须的呀！感谢学校的栽培。哎呀，校长说的是啊，沈清如能有今天，那完全是咱们通力的培养嘛啊！妹妹，你穿成这样，未免也太喧宾夺主了吧？姐姐，你怎么知道今天的主角不是我呢？请问宿主本次交换的目标是？还是沈清如？请选择和沈清如的交换物。我要他莫尔私立大学的入学名额。提示：本次交换难度增加，代价是限期15年寿命。请问宿主是否同意？好，只要能彻底打败沈清如，我同意。你什么意思？沈清如，你一定想不到，我可以和系统交换3次。什么？上次你故意考0分害我，但这次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看你还怎么从中作梗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和系统交换了我的入学名额？没错，沈清如，你再一次为我做了嫁衣，你一定想不到吧？不，我猜到了。沈婷婷，我早就怀疑你可以不止一次的使用交换系统，所以我故意透露考上私立大学的消息，而你一定会交换。爸妈，哎呦，我家小公主呀！妈看看，哎呦，今天可真漂亮。但你不知道，这私立大学其实是我给你挖的一个坑，为的就是套出你究竟能用几次系统。而我的目标从头到尾都是清北大学。婷婷同学，看在你姐姐为校争光的份上，我校长特批准你再复读1年，但这次你要好好学习，不能拖了学校的后腿啊！就是吴校长，我可不需要复读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为咱们学校争光的人啊，到底是谁。沈婷婷，你虽然交换了我的名额，但能不能顺利入学，就等着看吧。这婷婷是不是考了一份脑受刺激，总是胡言乱语？哎，这不会。婷婷能复读是好事儿，一定要把握住机会。对呀，爸妈，我真不需要复读，因为我已经考上莫尔贵族私立大学了。什么？婷婷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考上私立大学不是你姐姐吗？别胡说。婷婷，难道你也去参加莫尔大学的考试了？没错，所以我高考是故意考的0分，因为我的目标是进入贵族私立大学，结交上流社会的人士，总比在清北苦读4年有用多了吧？你们这2个女儿呀，一声不吭的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。哎呦，婷婷，妈就知道呀，你不可能考0分，还是我的乖女儿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哎呀，婷婷啊，像这种事情你得提前告诉我们嘛！啊，爸妈一定给你办一个更大的升学宴，好让你好好风光风光啊！爸妈，我其实不想说的，我怕我姐姐会怪我。哼，她敢！
他要是再眼红欺负你，爸替你收拾他。沈清如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妹妹这么为你着想，她不跟你抢风头，你要是再敢欺负你妹，她穿的这么隆重，也叫不跟我抢风头？妈，你别怪我姐姐，我姐姐这就是恼羞成怒了，因为进入贵族大学的名额只有我一个，而她冒用了我的入学名额。什么？谁是沈婷婷？我是沈婷婷。我是莫尔贵族学校的招生办主任，我姓权，权贵的权。钱主任，你好，您是来给我送录取通知书的吧？没错，沈婷婷，你很幸运，能被我们这样的贵族学校录取。哎呀，没想到考上的是婷婷啊！沈清如，你3番2次的落榜，亏我赶过来还恭喜你。没想到你真是雄武不可雕啊！正如您刚才所说的，吴校长，这也有您一半的功劳。你，哎呦，婷婷啊，你真是给咱们家长脸了，妈妈替你高兴。贵族学校啊，这可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。沈清如，你就看着我怎么跻身上流社会吧。沈婷婷，你能跨进这所谓上流社会的门槛再说吧。你们当然不敢想，像我们这样的贵族学校，一年只招收100名学生，都是富二代和高干子女。当然，为了确保公平，我们也会施舍一个名额给你们这种普通人。这个姓权的什么情况？怎么一会儿贵族，一会儿平民，转什么转？就是的，有些学校把那些学生教的呀，势力攀比。沈婷婷，你要知道自己有多幸运。谢谢你啊！对。哎呀，姐姐，你可不要太嫉妒我。沈清如啊，你在那阴阳怪气什么呢？我还告诉你了，你妹妹她呀，就是比你优秀。婷婷，你真了不起！你有时间呀，一定要回母校看看。没问题。全主任，赶紧喝一杯酒。不必了，我是来送录取通知书的，送到了，现在我该走了。等一下，全主任，您好像还没有告知入学的注意事项，毕竟像我们这样的平民没见过什么世面呢。哦，我们这样的学校对成绩的要求是很高的，每一门成绩必须要考到 A 及以上，如果实在考不过，你们懂的。全主任，我懂。不就是花钱吗？爸妈这么宠我，肯定不会让我挂科。当然，我们这样的贵族学校对学生的礼仪仪表也是有要求的，不能丢了我们学校的脸面。婷婷，等一会儿宴会结束了，妈妈带你去商场买名牌衣服。好，谢谢妈。他这是上学读书呢，还是攀比呢？就是的，我绝对不会叫我的孩子被这种邪气带坏。全主任，您好像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还没有说。哦，这么说你对我们学校非常了解？当然，不然我怎么给沈婷婷挖坑呢？那你倒来说说，我还有什么没说？那就是这所学校的入学学费了。哦，也是，我们学校100万的学费，对你们这样的平民家庭来说，确实是多了点。是啊，
张主任，这是4年的学费吧？你在开玩笑吗？这是1学期的学费。1学期？1学期100万，这咱们家可供不起啊！这什么学校？1学期100万啊！你们这是抢钱的吧？这学不上也罢，何必打肿脸充胖子？没见识！你们可别说交不起这100万的学费呀！爸妈，你们倒是说句话呀！这可是我费了好大功夫才考上的，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啊！就是呀，我当时可是亲耳听见你们说，不管是砸锅卖铁还是求爷告奶，都要送沈婷婷考上大学的。爸妈，这可关乎着我的前途，你们不能不管我啊！婷婷，你放心，这个学爸妈一定给你供上。对，各位亲朋好友啊，能不能借我们家一些钱？这婷婷考上了好的学校，你说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不能耽搁孩子的前程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各位啊，哎，我拜托各位了，等我们家婷婷以后出息了，我们绝对不会辜负大家的。是啊，不会辜负大家的。哎呀，老沈啊，不是我们这些亲戚不帮你，实在是100万学费，我们真的是承担不起啊。是啊，虽然第1个学期凑够了，那以后怎么办？这可是个无底洞呀！我们帮不了，真的帮不了。哎，是啊，沈静茹，你是不是算好了我上不起这个学？你是故意的吧？怎么又变成我是故意的了？又不是我逼你上这所贵族大学的。再说了，既然你已经抢走了，那就好好受着吧。行了，连学费都交不起，还妄想进入我们学校，真是瞎耽误时间。现在我宣布，沈婷婷的入学名额现在作废。哎，沈婷，你先别走。爸妈，你们快想办法给我凑钱啊！他爸，要不咱把房买了吧，给孩子把学费交上，这剩下的钱咱以后再想办法。好，卖房，也就只能这样了啊！沈清如，我赢了，我还是如愿踏进了贵族学校。沈婷婷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怎么样，表姐，你查到为什么每年莫尔大学都有学生退学了吗？查到了，退学的都是普通家庭的学生，他们经受不住那些富二代的霸凌，还有天价的学费，这才纷纷退学。好，那我就报考他。呀，老沈，你说你这又何必呢？咱不是那个圈子的人，干嘛非要往那个圈子钻呢？哎，就是。再说了，这么势利的学校，能培养出什么好学生？你说？对呀，说的对，太对了。鸡巴懂个屁！全主任，这是我们家婷婷的心愿，你说我们这做父母的，这怎么着也得支持孩子不是？您看能不能给我们通融一下？全主任，您放心啊，入学前我们一定交上学费啊，全主任。行吧。这所学校有问题，不能上。这所学校有问题，不能上。你是什么人？你知道什么？我是记者，据调查，你们学校有很严重的霸凌行为。李生，今天是婷婷的升学宴，别胡乱说。对啊，这样一所贵族的私立学校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叔叔婶婶，我已经掌握了诸多证据，并且提交给了教育局。很快你们就会知道，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旦入学，就会被成为欺凌的对象，而学校却选择视而不见。你诽谤我们，你胡说！全主任，你慌什么？那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在你们学校坚持了不到1年就纷纷退学，有严重的甚至患上了抑郁症。这些事情只是被你们压了下去。我表姐是记者，她一定会曝光你们。我就说这样的学校不出事才怪呢。婷婷，这个学咱不上了。对，是啊，婷婷，你看太危险了啊！我花了好大的代价才考上的，那些人退学，那是他们没本事，我跟他们可不一样。沈婷婷，你以为你演偶像剧呢？那些富二代不会欺负你，反而会喜欢你吗？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吧。好啊，那你去吧。我倒也想看看
你是怎样撞得头破血流的？婷婷，你听妈妈的，这个学咱去不得。沈婷婷，这个学你注定上不来。想要沈家变卖家产砸钱在你身上，做梦！站住！你就是莫尔斯利大学的招生办主任吧？请跟我们回一趟教育监察部，协助调查。不是，不管暗示，不管暗示呀！走吧。哎呦，你看这事儿闹的啊，这升学宴简直就是白忙活了啊！带走了啊！沈清如，这一切都是你给我挖的坑，是不是？是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有交换系统，也别想夺走属于我的东西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跟你交换什么呀？因为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希望我这么说，他能有所顾忌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沈婷婷，我劝你别再用交换系统了，用自己的寿命作为代价，你不觉得很蠢吗？只要能彻底把你比下去，这一切都值得。就算你是父母的亲生女儿，学校的尖子生又如何？我一定会成为碾压你最耀眼的存在。好啊，既然你步步紧逼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不过你还是先好好想想怎么盖住你这张老脸吧。婷婷的脸，这怎么又老了许多？清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表姐，沈婷婷拥有交换系统，她把我的高考分数和入学资格全都换去了，代价就是她的寿命，所以她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不过清如，我相信你，只是沈婷婷她有系统助攻，我们要怎么对付她？我之前在网上解开了高考数学的最后一题，为的就是吸引华老的注意，能够让我被破格录取进清北大学。表姐，你再帮我一个忙，把我在网上炒火。可是你就不怕沈婷婷直接交换你的身份吗？沈婷婷还剩最后一次交换机会，我一定要让她满盘皆输。好，我一定帮你。哎，老刘啊，网上那个天才的数学家找到了吗？咱们清北的招生名单马上就定下来了呀。华老，我通过这个人的账号信息，基本确定了，就是今年参加高考的一位女同学。哎呀，好啊！无法知道她的明确身份，我给她私信了，可是她到现在还没联系我。刘副院士您好，我知道您在找我，但出于特殊原因，很抱歉，现在才联系你。我叫沈清如，是今年的高考生。华老，那个考生回复我了，他叫沈清如，还给我发了地址。快把他接来见我一下呀！哎，好。清如，我找人帮忙给你做了推流，这下你这个数学女神是真的火了。数学女神太厉害了，把各大高校的老师都比下去了。数学女神居然是我们学校的沈清如，好荣幸呀！为我们的数学女神打 call， 清北大学快来捡宝呀！表姐，谢谢你。可是这样一来，这件事情一定会被沈婷婷知道的。没关系，只有她先出招，我才能精准反击，否则我一直只能惴惴不安的等待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那个老沈呀，你看事已至此，要不我们先告辞了。再待会儿啊！各位叔叔阿姨，先别走，升学宴还没结束呢。可是你们姐妹两个都没有考上大学，这升学宴还有必要继续吗？当然，因为清北大学数学系的刘副院士已经给我发送了入学邀请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沈清如，你别闹了！你高考就考了200分，清北大学怎么可能录取你？是真的，你们看，
沈清如解开了高考最后一道大题，被网友封为数学女神，完全有资格被特招进清北。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那他怎么会高考就考了200分？是啊，沈清如同学，既然你有本事解开数学难题，怎么就考了这么点分数？因为我被别人交换了分数，200多分根本就不是我考的，我交的是白卷。白卷？那不是说你考的0分？那和你交换分数的岂不是？没错，就是沈婷婷。不可能，婷婷她乖巧单纯，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？现在高考作弊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你少冤枉婷婷。那你说说看，沈婷婷是如何和你交换分数的？因为沈婷婷有交换系统啊，我的高考成绩和入学资格都被她换走了。沈清如，你别信口雌黄，怎么可能有交换系统这种东西？就算有，他也不会用来害你，这一切都是你在给他泼脏水。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信，那你们怎么解释沈婷婷的脸2次出现了严重的面部衰老？是啊，对啊。这可能是婷婷受了什么太大的刺激，或者得了什么罕见的病症。那是因为她每一次跟系统做交换的时候，都要献祭自己的寿命作为代价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如果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再亲眼让你们见证一次。你想干什么？不准毒害婷婷！我害她，那是她咎由自取。清如同学，那你想怎么证明？你们现在在网上看到的数学女神是不是我啊？没错吧？没错。清北大学数学系的刘副院士正在来找我的路上，你们信不信？只要他一到，数学女神这个称号就会变成沈婷婷的。刘副院士要找的人也有可能会变成沈婷婷哦。真的假的？难道沈婷婷真的有交换系统？各位就拭目以待吧，看看我说的话到底会不会应验。沈清如，你这个贱人，又害我白白损失了15年的寿命，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数学女神还被清北特招，沈清如，那你就别怪我1不做2不休了。这婷婷是去哪儿了呀？我真担心。根本就不用担心，因为只要刘副院士一到，沈婷婷自然会出现。该不会真像沈清如同学说的那样？你们看，刘副院士来了。各位好，我是清北大学数学系的副院士，专程来找数学天才沈清如同学。沈清如？刘副院，您确定你要找的是沈清如？是啊，沈清如同学可是全网唯一一个能解答出高考数学最后一题的天才，想必这个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吧？果然交换系统这事不可信。怎么回事？清如，看来沈婷婷并没有用系统交换你数学女神的称号。那她交换了什么？我还没有被正式录取，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。别担心，不管她交换了什么，我都会站在你身边，为你证明。刘副院，您确定你来找的是沈清如吗？是啊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好像不相信的样子。沈清如同学现在已经是全网的红人，我们清北大学数学系要破格录取她。沈清如，这你怎么解释？你不是说婷婷会和你交换吗？我就知道是他是冤枉婷婷，婷婷上不了私立大学，已经很可怜了，她还要火上浇油。叔叔婶婶，你们未免也太偏心了。清如能被清北大学录取，这么大的喜事，你们不仅不为她高兴，还反过头来指责她。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个好事儿。沈清如同学毕竟为我们争了光。这位就是沈清如同学吧？你好，刘副院士。哎呀，沈同学将来一定大有可为啊！连数学界的泰斗华老先生都特别看好你，特地让我邀请您去见上一面。太好了，清如。清如同学，赶快去吧，别让华老等太久。好。等一下，刘副院，您要找的人是我。刘副院，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你是？
我就是你要找的数学女神啊！沈婷婷，你果然还是用了交换系统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我刚说过，沈婷婷一定会冒认我的名号。刚才刘副院长要找的人还是我，这会儿就突然变成了沈婷婷。这次你们该相信，沈婷婷真的拥有交换系统这回事了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数学女神本来就是我，副院长找的也是我。这次恐怕就不能如你所愿了。因为先前我已经向大家确认过，网上数学女神的称号是我的，现在突然变成你的，他们一定会有所怀疑，是吗？你就这么自信？表姐，请你给我做个见证。表姐，你们怎么了？吴校长，你刚才还特意在热搜上帮我确认过数学女神是我，你快帮我说句话呀！刘副院士，你应该对我的名字印象很深刻吧？你要找的人是我，沈清如，不是她沈婷婷呀！够了，沈婷婷，你现在还想直接冒充清如的身份是吗？你当我们眼瞎吗？什么冒充？表姐，是我是清如啊！沈婷婷，我看你真是魔怔了。沈婷婷，从刚才到现在，数学女神一直都是沈清如，这一点我可以确认。你别想冒充！我要找的人一直都是沈清如同学。难道你跟我完全交换了身份？请问宿主本次要交换什么？沈清如，数学女神的名号。好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要和沈清如彻底的交换身份。交换难度再次增加，需献祭20年寿命作为代价，请宿主谨慎考虑。我想好了，只有彻底交换身份，才能一劳永逸。沈清如，这最后一次的机会，我必定反败为胜。你猜对了，我们的身份已经完全互换了。你现在是一无是处的沈婷婷，而我才是天之骄子沈清如。你简直丧心病狂！婷婷，我知道你没有学校上很难过，但是你也不能用这么愚蠢的方法冒充我呀！难道爸妈和表姐他们分不清楚我们两个？你沈婷婷，你太过分了！表姐，爸妈，我从小学习就好，一直都是学校里的尖子生，这你们都是知道的呀。更何况网上答题的社交账号明明就是我的，妹妹竟然想冒认我，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沈婷婷，你从小就不学无术，还仗着叔叔婶婶的宠爱，一直欺负清如。我告诉你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养女，你要是再敢得寸进尺，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你。表姐，行了，沈婷婷，你的学习成绩多么差，我这个当校长的还不清楚。话痨选中的数学天才，毋庸置疑就是沈清如。是啊，婷婷，妈妈知道你受了刺激，这不甘心，但是你也不能冒用你姐姐的成就啊。婷婷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和你妈可不能再纵容你了。沈清如，身份一换，你现在就算长了10000张嘴，也别想说清楚。沈婷婷，其实我设想过最坏的结果，就是你彻底调换我的身份，但你绝对想不到，我还最后留了一手。沈清如同学，话痨还等着见你，咱们走吧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各位，抛开身份不说，我要跟他比试比试，到底谁是名副其实的数学女神？就凭你，别不自量力了。你一个学渣，怎么能跟一个年年取第一的比？数学卷的最后一道大题，我也会做。全网我第一个做出的这道难题，我已经在外面发布了，你当然会抄了。这位同学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。数学女神之前在网上说过，最后一道大题有3种解法。对，没错。话痨，您快看，网络上有人把您的题解出来了。这只是第一种解题思路，还不是最巧妙的。其实还有2种解法。什么？
这个人居然还有另外2种解题方法。可是网上只给出了1种，你说你是数学女神，那你能给出这道题的另外2种解法吗？老刘啊，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天才的数学家给我接来呢？他的另外2种算法到底是什么？哎，真让人期待呀！静茹，你快把剩下2种解题方法告诉他呀，让他死心。是啊，沈清如同学，你居然想出了3种解题方法，我跟华老都很好奇啊。沈婷婷，你虽然换了我的身份，可我的意识和脑子还是属于我自己的，而你就等着作茧自缚吧。怎么，看你的样子，难道真的不会另外2种解题方法？我当然会了，我只是不想太锋芒毕露。没错，清如一直很会为别人着想，所以才会一直容忍你这个养女。识相的话，就别再得寸进尺。表姐，你已经完全被他蒙蔽了。我问你，你到底会不会另外2种解法？我当然会了，但是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就继续装吧。刘副院士，只有我才能给出最后2种解题方法。我要求去见华老，我要证明自己。华老要见的人是我才是数学女神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数学女神？你也配？有本事你就别找借口，当众证明啊！静茹，你怎么了？快证明给他看呀！沈清如同学，你到底会不会另外2种解题方法？我还是自己去一趟吧。沈清如同学，你到底会不会另外2种解题方法？就差临门一脚，我就能进清北了，我绝对不能露馅。妹妹，既然你说你会，那好，我大方的把这次机会先让给你。哼，沈婷婷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算盘，你想等我解出来，再冤枉我偷了你的思路？好啊，我解给你们看。沈清如，就算你能答对又如何？我说过，你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在为我做嫁衣。他怎么写的这么顺畅？难道他真的会？吴校长，你看我们家婷婷写的对吗？对，哎呀，这个我也不太懂。仔细看看，不是看他挺自信的。我解完了，这下能够证明我是华老要找的人了吧？这不可能呀！沈婷婷怎么可能解得出这么难的题？难道婷婷真的是数学女神？妹妹，这明明就是我解的题，你怎么会偷我的解题方法呢？就知道他学习成绩那么差，怎么可能解得出这么难的题？你就是我们学校的耻辱，成绩差就算了，还窃取别人的成果，以后出去不要说是我们学校的。好了，婷婷，咱不闹了行吗？这么多人呢，还不嫌丢人？我们平常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非要在这么多人面前丢我老2口的脸？你们为什么只听他的一面之词啊？那还用说？当然，因为我现在是天之骄子沈清如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看来你从心底里就很否定自己，难怪要丧心病狂的跟我交换身份。你什么交换身份？表姐，他这就是不甘心被我当众揭穿，开始胡言乱语呢。沈婷婷，你有完没完了？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把你窃取清如解题方法的事情曝光出去。表姐，我才是清如。你真是无药可救了，那你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对，表姐，曝光他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这是你的解题思路，对吗？是啊，我很确定。好，特别好。
刘副员，咱们就别在这浪费时间了，您抓紧带我去看华老吧。好。刘副员，您一定要告诉华老，这道题最后2种解题思路是这样的。怎么，你想让华老相信这题是你解的不成？不，我就是要让华老觉得这是你的解题思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其中有诈？是华老。哎呀，华老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华老，您来了，我就是您要找的数学女神沈清如。哎呦呦，你就是沈清如同学呀！太好了！你愿意不愿意进清北研究院，跟着我为大夏的数学尽一把力？我当然愿意啊！哎呀，华老。能够招到这样的数学天才，您可就不用害怕后继无人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对了，沈同学，你在网上不是说最后一题有3种解法吗？你能不能让我看看另外2题的解法思路？华老，这个就是我另外2种解题方法。没错，我们都能证明。哎，这就是你的解题思路吗？这就是你的解题思路吗？对呀，华老。怎么了，华老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解的不对呀。什么不对呀？编出的答案都跟你第一次的解题不一样。什么？有些人蠢笨如猪，连这些简单的东西都看不懂。你沈清如同学啊，网上的数学天才真是你吗？当然是我了，那个社交账号就是我的，很多人都知道的。那你会不会后面2种的解题方法呢？清如，是不是你最近连着高考和私立学校的考试太累了，所以你有点想不起来了？对，我就是有点想不起来了。哎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我真想看一看你的创新思路。华老，他不是想不起来，而是他根本就不会。你是？我就是您要找的人，让我来为您解惑吧。沈婷婷，你一定要给庆如不断添堵，你才高兴是吗？沈甜甜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再给学校丢人了。哎呦，婷婷，你能不能给我消停一会儿？华老在这儿呢，你就别再搞事情了。华老，她是我妹妹，因为没学上受了刺激，一直在这胡说八道，你千万别理她啊！华老，我真的会另外2种解题方案，答案就在这儿。你真能解吗？真的。不可能，你这一定是偷的我的解题思路。你刚才都说你忘了，我怎么偷你的？我之前在纸上推算过，你肯定是看了然后偷了去的。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真是太无耻了。你们能不能用用脑子？如果我真的偷了他的题，为什么我会把错误的答案写在白板上，而且他还会认为这是对的？不如我大发慈悲地提醒你一下，最后2种解法分别用了几何辩证法和反推法。怎么样？我这样提醒，你有没有想起来？要是你还是做不出来，那就证明你根本就不会。心如，你的脸，我的脸，我的头发，这怕是得了什么怪病吧？这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刚刚还好好的吗？是啊。哎呀，静茹，表姐，这位同学，麻烦把你手里的答案让华老过目一下。好，华老。没错呀，这就是最完美的解题方案呐！你叫沈婷婷对吧？
我叫沈……我今年就破格录取你和沈清如2个同学。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做出来。据我了解，沈清如同学从小体学兼优，我相信他肯定是能解答出来的。也许是用脑过度，大脑得了什么病症。可是算了，他们不会相信用系统交换身份这件事情的。何况沈婷婷现在已经变成了个老太婆，她得意不了多久了。静茹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你才有病呢！你少咒我。静茹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感觉好像变了一个人？不用你管我。你表姐，沈婷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婷婷，我是清如啊。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。表姐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，但是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给你解释。你是说沈婷婷用系统跟你交换了身份，你才是沈清如？所以我才能做出那些题。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不过她的表现和衰老不像假的。清如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，表姐。可是你跟她的身份互换，你过往的那些荣誉都变成沈婷婷的了。只要我的大脑和我的思想还属于我自己，她就换不走我的人生。你说的没错，就算沈婷婷上了清北，也早晚会露馅。爸妈，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你们一定要花钱帮我整容啊！好，就看在你去清北上学的份上，那我们就想想办法给你整个容吧。不，你们不能给他花钱。沈清，妹妹，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啊？婷婷，清如再怎么说也是你姐姐，她现在成这个样子了，我们要是不给她整容，她一会儿还怎么出门见人呢？是啊，婷婷，这清如才刚被录取，总不能毁在一张脸上，你说是不是？听到了吗？爸妈还是帮了我，因为我现在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你可别忘了，他们可是最偏心养女的，也就是现在的我。爸爸妈妈，哎呦，我们家小公主，我们去清北是为了上学的，又不是去选美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姐姐只要把头发染黑，然后再化点妆就行了，根本没必要花那个钱。爸妈，再说了，姐姐向来一心都在学习上，根本不在意外表的。我看姐姐现在也不算老，还看得过去，咱们就别花那个钱了。还是婷婷说的对，学习比较重要。妈，怎么连你也这样啊？正好呀，我要去大学里奋发图强，你们一定要给我买最好的手机呀、平板啊、笔记本电脑啊什么什么的呀。哎呦，好好好，只要我们家小公主的需求，那爸妈自然满足。爸，你说句话呀。婷婷说的没错，哪有上大学就去整容的？再说了，你平常也不注意你那个外表，就这么凑合着吧。沈清如，你故意阻止爸妈给我花钱是不是？没错，沈婷婷，这个家的一切都是你的，这句话熟悉吗？这可是爸妈亲口说的。你别太得意了，让你身在福中不知福，非要跟我调换身份呢？好，你给我等着。喂，表姐，沈婷婷最近总是早出晚归，我猜她是为了整容去赚钱，你帮我查一下好吗？没问题。
哈哈哈，跳得真好啊！女大学生就是嫩呐！哈哈哈哈。王老板，人家的出台费可不便宜，要是再想干点别的事儿，至少要这个数。没问题。表姐，沈婷婷在里面陪课呢。她果然还是堕落了。青如，你不用可怜她，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。王老板，你可别忘了付人家报酬啊！放心，你王哥我像是那种会赖账。你谁呀？这我点的不是女大学生吗？怎么变大妈了？哎呀，讨厌！人家哪有那么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个丑八怪，你别过来！你敢说我丑？你也不看自己长什么样子。反正你睡就睡了，给钱。真是倒霉呀！等一下，怎么是2万啊？你不是说2万吗？2万够干什么的？我这张脸整容至少要20万。20万？疯了吧你？真当我是冤大头呢？你给我站住！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这20万，你别想出这个门。我去你妈的！想坑我没门！姓王的，我可是拍了照片的，你就不怕我发给你老婆？听说啊，你是靠老婆起家的，你儿子也随母姓，这要是东窗事发，你知道后果。算我倒了血霉。有了这张卡，我就有钱整容了。表姐，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先别透露你知道互换身份的事。好。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青如，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还穿成这样？我都成年了，怎么不能来这儿啊？谁给你的钱？我自己赚的。青如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钱到底是怎么赚的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叔叔婶婶要是知道了，你就不怕他们伤心吗？得了吧，要不是那2个老不死的，我会在这儿。金罗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爸妈呢？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爸妈，也不配做我爸妈。青如，你别再胡说了，叔叔婶婶怎么可能不是你亲生父母呢？我告诉你吧，李双，我根本就不是沈清如，我是沈婷婷。我用系统交换了我们2个的身份，现在我什么都有了，不仅可以考上清北，还有钱做整容。沈婷婷得意不了多久，我马上就会让你冤死你了。我闪耀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哇，是数学女神，好漂亮呀！数学女神，可以跟我们一起拍张照吗？好啊。谢谢。谢谢女神。没事。
别！哎，你有没有感觉他的脸好奇怪啊？是啊，该不会去整容了吧？沈婷婷，你的人生不是快要开始，而是快要结束了。这沈清如同学怎么又旷课了？你们谁知道他到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难道真是我当初看错人了？反倒是沈婷婷同学十分刻苦好学。这里最近又该修补一下。哎，听说他整天旷课去会所陪酒，真不知道这种人到底怎么进得去队。她数学女神呢，我看她呀，会所女魔还差。你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怎么？你们这群书呆子就是嫉妒，有人给我大把大把的花钱是吧？真不要脸呀！你别装了，你就算是苦读一辈子，你都没有一年赚的多。我知道，其实有的时候你挺羡慕我的。羡慕你什么？羡慕你那张需要不停修复的肮脏的身体，还是空虚的灵？我怎么可能打你呢？要是打坏了你，还怕你讹上我？坏了，他欺负我，他要打我。你怎么穿这样子来上学？成何体统？马上就要期末考了，你旷了那么多的课，如果再考不及格就退学吧。坏了，我是您最得意的学生，你不能让我退学。是我之前识人不清，我现在甚至都怀疑你究竟是不是我要找的数学天才。我当然是了。坏了，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绝对在这次期末考试中证明我自己。这就叫作茧自缚。烦死了，这每道题都不会做。都复习完了，这么简单，期末考试保证能考第一，不像某人没了系统，我看他还怎么换别人的分数，就等着被退学吧。没了系统又怎么样？反正都是怎么样，我有的是办法。有了答案，我还会怕考试吗？沈清书，我是不会跟你有机会笑话的。坏了，我答完了。这么快就写完了？像我这种数学天才，当然很快就想出解题步骤了。坏了，我要举报他作弊。我要举报他作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作弊？我可是数学女神，看你就是嫉妒我，故意在这冤枉我。别装了，你可是作弊的惯犯。你口口无凭，有什么证据啊？
华老的办公室没有监控，我看你怎么证明？华老，您可以看看他试卷的答案，就知道他有没有作弊。怎么，我考了满分就能说明我是在作弊？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数学女神，就算是打了满分也不奇怪呀。对啊，高考那么难的题他都能解出来，这期末考试考个满分很正常吧？哎，你可别忘了，他可是旷了整整1学期的课，怎么可能轻易考满分？也对，天才那也是需要99%的汗水浇灌出来。华老，你要相信我呀。你确实是作弊了。我没有啊，这些题都是我自己答的。你确定吗？我当然确定了，我本来就是天才，比你们这些人都聪明。你们一个一个的，我看就是嫉妒我，见不得我好。既然你这么确定，那我就宣布本次考试你为0分。为什么呀？凭什么是0分啊？我明明都答对了。不，你全都答错。你说你不是沈婷婷，你是沈清如。华老，我知道您很难相信，但是您仔细想想，这1学期以来，谁更像您当初要找的人？哦，你的确才是那位最有数学天赋的学生。可这件事情要怎么证明？华老，只要您相信我一次，把期末考试的答案调换了，我很肯定，沈婷婷一定会来窃取。好。或者说，你全部抄错了，而你这个榆木脑袋根本发现不了这一点。原来又是你在这害我！那是你作茧自缚，怪不了我。华老，我是您最得意、最喜欢的学生啊！你批评他的，他就是故意害我。我问你，你真的是沈清如吗？啊？否则你怎么会题目和答案如此的大相径庭？我表姐，清如，好你个死丫头，竟然考试作弊！妈，爸，我能供你上大学，你却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快向华老道歉，做检讨！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够了！你们2个老不死的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反了天了啊！反了天了你还！我们可是你父母啊！你们算什么我父母？我要一点钱都不肯给我，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你们！沈婷婷，你现在知道我当时的感受了。要怪，就怪你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真后悔跟你交换身份，否则现在至少有人疼我爱我。交换身份？表姐，我根本就不是沈清如，我是沈婷婷。我用系统交换了我们2个的身份，现在我什么都有了，不仅可以去清北，还有钱做整容。你是婷婷？没错，沈婷婷亲口承认自己用系统跟清如交换了身份。沈婷婷，你冒名顶替，还偷窃作弊，必须予以开除。到头来都是一场空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往后的日子，你自生自灭吧。